新加坡 Homes 系统出错，2万人多拿700万津贴，无需退还。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聚焦一个让所有新加坡人都瞠目结舌的政府系统失误事件。就在最近，新加坡卫生部 MO 的 Homes 系统因技术错误，意外多发了高达700万元的津贴。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笔意外之财，受影响的人竟然无需退还，听起来简直像天上掉馅饼。但事情真的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卫生部是真的大方，还是另有隐情？这次失误暴露的更大问题是什么？今天的视频，我们将为你深度解析这次津贴门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记得看到最后，绝对有你想不到的关键细节。到底为什么津贴多发了还不需要追回？是系统的漏洞，还是人为的失误？接下来我们揭开真相，千万别走开。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次事件的核心是什么。 Homes 系统，也就是家庭支付能力评估系统，它是新加坡政府用来判断居民领取医疗和福利津贴资格的一个重要工具。简单来说，家庭收入越少，可以申请的津贴额度就越高，反之亦然。但就在今年年初，系统居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错误，共计2万名居民受到影响，其中18000名居民多拿了政府津贴，总额高达700万新元，平均每人多拿了390元。但更不幸的是，还有2000名居民少拿了津贴，总共少发了约200万新元，平均每人损失1000元。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每年的津贴评估都依赖于税务局 IRS 的收入数据，而税务局偏偏在今年将报税截止日期从以往的12月延迟到了来年1月初，这导致 Homes 系统未能拿到最新1年的商业收入和其他变动数据，结果系统评估出现了偏差，这就是数据延迟。听到这里，一定有人想问，既然卫生部在1月份就已经察觉到了问题，为什么直到7月才公开承认？这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深挖。好消息是，卫生部在问题发现后，立刻启动了调查和修正程序。但这个好消息的背后，其实藏着更大的争议。首先，卫生部为何迟迟未公开？根据 MO 的解释，他们希望先确保问题能够彻底核对和解决后，再通告公众，以减少不必要的混乱。但这样的做法也引发了有人质疑政府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透明的问题。接着，我们看卫生部的决定。针对这次漏发和多发的津贴，政府采取了2项措施。第一，补发少拿的津贴；第二，对多发的700万津贴不予以追回。为什么不追讨这笔巨款呢？官方表态是，这笔津贴绝大多数流向了中低收入家庭，若强行追回，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沉重压力。换句话说，这一次的决定是政府为了减少社会中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是体现以民为本的责任意识。不过，这是不是意味着事情就画上句号了？多发的700万元津贴可能是善意，但它反映的系统漏洞却是真实存在的。接下来，我们走进技术层面，看看 Homes 系统到底是怎么出问题的。好的，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事故的核心问题其实聚焦在技术和监督2方面。Homes 系统的核心理念其实是非常先进的，它整合了税务局、家庭注册局等多部门的数据，以实现无感化补贴流程，也就是居民不用提交复杂的申请材料，系统就可以自动评估是否需要发放津贴，符合新加坡一贯的高效形象。但问题在哪？所有自动化系统都有一个致命弱点，数据实时性。本次事件中，税务局调整了一小部分报税流程，但 Homes 系统的逻辑却没有随之更新，给出了一套过时的评估结果。更重要的是，卫生部却直到实际分发后才发现问题，这是否意味着监督机制也需要加强？所以，我们不能只把锅甩给技术，而要认真思考如何让系统变得更可靠，人力监督更到位，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这次事件尽管表现出政府对民众的关怀，但也让很多人对整个津贴系统的长久可靠性产生了一些担忧。那未来政府会如何完善这些制度呢？从这次卫生部的失误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技术在提升效率上的优越性。
但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另一面，科技仅是工具，而公正和准确依然需要人为监督与优化。对于新加坡的居民，这次700万的意外惊喜也许是一种短暂的福利，但更长远的信任基础依然建立在公平和透明的制度之上。未来，无论是 Homes 系统的技术升级，还是监督流程的透明化，都将成为重建公众信任的关键。如果你也有对这次事件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觉得内容有帮助，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 Jen，我们下期再见。